第8章，傅仪信不解其意地拾起掉落海棠，拿在手中来回端凝。阿双不妨再请花匠来看看，或许那里的腐烂是能清除的。就这般剪掉，着实可惜。这可是你最爱的海棠啊！戚元霜没有接话，最爱的又如何跟烂透了？保持表面绚丽又能璀璨几时？他不会在烂根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还好只剩6日，他便能彻底离开，与烂人烂事一刀两断。如此想着，他又问王爷：“今日公务不繁忙吗？还有闲情与臣妾赏花？”傅仪信随手扔了海棠，握紧他的手，真切道：“公务哪有阿双重要？这几日本王要陪在阿双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昨夜他翻来覆去，没有来，总想起妻父那日说的话，忍不住心悸，所以他要守在阿双的身边。哪也不去这一日，他陪他看梁祝。祝英台一片痴心向梁山伯，许他一生一世，却因世俗良序的阻挠，最终双双化蝶。落幕时，傅仪信握紧戚元霜的手，唯恐他也会如祝英台会化蝶消失般。戚元霜听着众人溢美英台之言，却无动于衷。纵然梁祝挨过了世俗阻碍，最终成亲，难道梁山伯就不会像戚慕怀一样白日深情款款，却又在暗夜里偷欢吗？第2日，戚慕怀又拉着戚元霜骑马狩猎。他兴致冲冲问：“阿双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成婚第2年，淮河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有一天你说想吃野味，他当然记得了。那年冬天白雪皑皑，天寒地冻，他只随口一句馋野味了，傅仪信就孤身入山去为他猎野兔。那一次他四肢冻得皲裂流脓，痛痒难耐，却还笑着斗心疼他到流眼泪的他。他说：阿双想要的，哪怕是天上星星，本王也为你摘。过去有多美好，此刻就有多刺人。”戚元霜敛了回忆，睁了睁泪眼，淡淡回道：“不记得了。”第3日，戚慕怀求着戚元霜一起去了朝门寺。大雄宝殿内，戚元霜跪在蒲团上诵经清心。身侧的傅仪信突然疼得站起身，飞起的衣角划破戚元霜侧脸，白皙的脸勾上一道刺眼嫣红。戚元霜缓缓睁开双眸，大殿后头一道窈窕身影闪过，快到几乎令他以为是错觉。偏在这时，戚慕怀没有来到。阿双，我想为你抄写心经，你且等我领来。他慌慌朝大殿后头去，急切到没看戚元霜一眼，于是也没发现这一次。戚元霜跟在了他身后。厢房里，戚元霜透过门缝往里望去，只见姚盼身上的尼姑服半挂胸前，傅仪信挺拔的身影紧张的绷紧，压低声冷斥道：“本王早就警告过你，别闹到阿双跟前来。你若找死，本王现在就给你痛快。”姚盼暗暗与戚元霜对望，先手故意在戚慕怀胸前妩媚画圈：“奴愿死在王爷身下。”只这一句撩起了戚慕怀眼里欲火，他扼住姚盼的下颚，狠狠咬了下去：“若阿双发现，本王便立马送你上路。”四肢宛若被禁锢在原地，戚元霜明明想走，却动不了，心口传来尖锐疼痛。他仿佛又见到那个在佛前许诺自己一生一世的少年，他一字一句无比恳切：“阿双，若我负你，你便生生世世不要原谅我。”戚元霜垂下泪眼，轻轻呢喃：“好，傅仪信生生世世永不原谅，不声不响。”戚元霜走到了寺庙门口，身后戚慕怀的小厮周泽焦急追了上来：“王妃可是在找王爷？”不等戚元霜说不是，他又忙道：“王爷说要留在寺里替您抄经祈福，嘱咐我先送您回府。”戚元霜眼尾渐红，傅仪信为他抄经祈福已有5年，他曾因这事也曾感动落泪，可日后再想起祈福2字，他却会想起厢房内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的2人，便止于恶心。戚元霜笑笑敛回思绪，感谢的声调蓦地发哑：“辛苦王爷了。”第9章。这日之后，傅仪信许是心虚，又或是愧疚，又连陪在他身旁整整2日，直到最后1日，戚元霜剪掉了院中最后一株海棠。戚慕怀往日眸里的惋惜不在，甚至喜笑颜开同他道：“阿双，今日是周泽的大婚，本王要去贺他新婚大喜。”周泽就是戚慕怀常为他打掩护的贴身小厮。戚元霜紧了紧手中剪刀，
王爷重情重义去的。傅仪信笑笑无比真诚道，周泽自幼跟在本王身边，虽为主仆，我却视他为兄弟，自是要去的。我早去早回，戚慕怀欢喜地在他颊上落下一吻，便轻快地去了，凝着他远去背影。戚元霜才发现花枝早被自己剪了个稀碎，残败地落了一地，正如此刻，他的心也莫名被碾碎般难受。哪是什么周泽大婚呢？昨日厢房之中，姚盼儿跪伏在戚慕怀身前，哀求他给一场仪式。王爷十里长街，万人注视之下，在大红轿子里行亲密之事，岂不快哉？他未曾料到戚慕怀真荒唐至此。戚元霜开了开热热的眼角，无碍总归他是要走的人了。用过午膳后，小桃非要拉他出门凑热闹。王妃，周泽大婚居然沿路发喜糖与铜钱，正好今日天气好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。说话间，小桃眸里盈满了羡慕。那周泽看着木讷，没想到却这么疼媳妇。戚元霜拗不过小桃，便任他拽着出了门十里长街。围观的百姓围堵了西城的道路，稀稀疏疏，热闹至极。昭王府好大的排场，不过是小厮成婚都这么盛大，谁说不是呢？王爷痴情一生只娶一妻，没想到他身边的小厮也这般痴情，若得夫君如此一生，便也值了。说话间，便有喜娘过来散堂，大家都沾沾喜气，一同庆贺这对新人能相守白头。戚元霜手里也被塞了满满一把，他正看着手里喜糖，视线却渐渐模糊。这喜糖跟当年他大婚要订的糖是一样的。传闻这喜糖是牛郎织女的后人所撰，坊间传闻大婚用此糖，往后生生世世都能找寻到彼此。戚元霜大婚本是早早定下了这糖，却不想那年突逢大雨，这米糖无法送到淮河，也因此成了他的一桩遗憾。殊不知在那时冥冥之中已经有了预示。他剥开黏腻的纸皮，浅浅尝着这米糖甜入心脾，却怎样都压不下心里翻涌的苦涩。就在这时，戚元霜听见一道陌生的机械提示音，旋即眼前骤然出现一张蓝光显示屏，脱离程序即将启动，宿主请确认是否脱离。戚元霜伸出发僵的手指，试探4地点下确认。下一秒，机械声随刺耳的警报再次响起，脱离程序已正式启动，您只剩最后5个时辰，5个时辰也就是今夜子时。戚元霜叔弟松了口气，终于要走了。他噙着笑转头问小桃，成衣铺子将衣服送过来了吗？小桃喜滋滋吃着糖囫囵道，送了的，做的可漂亮了。王妃这糖真的好好吃好甜啊。他望向涌动人群，羡慕道，这么多人替他们祝福，他们以后定然幸福圆满。戚元霜微烫的目光跟着渐渐远去的大红轿子，喜色点点褪尽。他只希望明天戚慕怀见到自己的尸体时，还能这般幸福。戚元霜回到府中时，下人们正将艳丽的海棠一株一株往里搬，黄昏铺在海棠花上，美得绚烂。傅仪信站在花海的尽头，笑望着冲他招手，阿霜，我将全城的海棠花都为你搬来了，你可欢喜？戚元霜沉默着走近，猛地被戚慕怀揽进怀里。阿霜，小桃说你把所有海棠都剪断了，也好，去就迎新你剪吧，剪掉所有，我亦能再为你寻来千株万株。花海常青，正如你我感情一样。戚元霜没有回答，而是闭着眼，最后一次感受着戚慕怀的拥抱。仆从急声打断了这温馨，他喊，王爷。周泽斗胆请王爷闹闹洞房，为他增添喜气。傅仪信立刻推开了戚元霜，阿霜，本王去就回。话落，他毫不迟疑地转身抬步正要走，戚元霜突然伸手拉住了他，王爷，明日是你的生辰，我在春明楼对面那家铺子为您订了礼物，你回来时记得捎带上。闻言，戚慕怀激动，搂他入怀，阿霜送的，本王定然欢心放心，本王亲自去取，你一定要记得。戚元霜轻声道，那是他订的棺材，明日便要用来给他装殓尸身。好，一定。傅仪信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最后2个时辰，戚元霜召来小桃去买他爱吃的甜蜜饯，还要1升米酒。最后1个时辰，戚元霜把库房里所有的豆油浇遍了满院的海棠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点燃了火折子，掷进了花海，火势微弱，渐渐开始蔓延。
戚元霜转身朝寝殿走去，换上了金流丝所制的成衣，流光溢彩，真美啊！戚元霜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泪水划过眼角。阿娘见到这样美的她，也一定会开心吧。戚元霜取来信纸，将诀别信连同神仙骨确诊他此生无子的诊断一同塞入玉枕中。做完这一切，殿外炙热的烈焰已经四处飞啸，火蛇已经舔进他所在的寝殿。噼里啪啦炸作声中，他隐隐听见王府门外戚慕怀焦急慌乱的嘶喊：放开本王，本王要进去救我的阿双，哪怕是死我也要同他在一起。我们说好生同求死同学。戚元霜淡淡一笑，纵使下黄泉必落，他也不愿同他一起了。他转身朝火海中走去，黄昏朝霞铺满去路，他一步一步再未回头，因为火海尽头有他的阿娘。阿娘，我来寻你了。第10章，傅仪信发了疯地冲过去，火势蔓延到整座寝殿，都湮灭在火海里，四周升起足以消融一切的浓烟。傅仪信拔出长剑，将阻拦他的小厮挡在门外，暗哑着喉音，宛若地狱幽魂：若你们再阻拦本王，你们便统统给阿双陪葬。说罢便猛地扎进了火海中，接二连三的木头砸在地面上，闷响阵阵，混杂着破空的刺耳尖笑，炙热的烈焰四处乱窜。傅仪信忍住是心的疼痛，摸索着浓烟呼喊：阿双，你在哪？阿双弥漫的团团黑烟里，傅仪信忽然看到一抹亮色身影，他小小的痉挛蜷缩成了一团，被火焰团团围住。他来不及多想，便猛地冲了过去，将人抱起，身上的袖袍燃起贴在皮肤上，他却顾及不了那么多，用尽全身的力量将人抱起，然后往殿外冲。终于冲出火海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狼狈不堪地跌坐在地上，仆人们立马冲了过来：王爷，王妃。傅仪信的身上皮肤被火焰灼伤，血肉模糊，可他却无比心疼地看着怀里的人儿：阿双，我救你出来了，阿双。可怀里的人就像秋后落叶，安安静静躺在他的怀里，没有一丝多余的气息。傅仪信从劫后余生变成彻底绝望，他撕声裂肺地朝婢女们怒吼：快换太医，快！傅仪信声音发着颤，惊慌又无措：去，把库房里那株百年灵芝拿来。他的声音陡然哽咽，不顾身上的伤痕，紧紧抱住怀里的人：阿双，你别吓我，我们说过要一生一世在一起的。阿双，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可戚元霜却始终没有回应，百年灵芝他也没办法服下。傅仪信只能将灵芝细细碎碎地碾成汁，然后再用嘴喂给阿双。可当太医赶到时，探脉时的神色却越来越凝重。王爷王妃是自己没了求生的意志，任凭再名贵的药材也只是吊了这口气而已。若要王妃醒过来，必须要您唤醒她的求生意志。说罢便冗长叹了口气。傅仪信却猛地一脚将那太医踹翻在地：胡说！阿双说过要和本王相守白头，不会抛下本王一个人。他从最开始的哽咽到最后泣不成声，阿双怎么会抛下本王一个人呢？他忽然捂住如针扎般的胸口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晕了过去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火势已经彻底熄灭。他紧张地掀开被子，下床时却踉跄地瘫倒在地上。周泽心疼地将傅仪信扶起，哽咽道：王爷，太医说了，你这伤口已经溃烂腐败了，如果不好好休养的话，你这条命也会没有的。傅仪信却凄凉一笑，声音颓败：若阿双不在了，本王一人在这世上有何意思？这条命不要便不要了。说罢，巨大的疼痛撕扯着他的伤口，四肢绑满的绷带沁出了暗红色的血。可他脚步没有停留，王妃寝殿已经被大火烧成灰烬，只剩一片残败。他便将戚元霜放在春风殿，这里他亲手种满了海棠。傅仪信看着榻上面色残败的人儿，眸中的光也渐渐湮灭下来。阿双，你喜欢海棠，我便亲手种植了这满园的海棠。本是想给你做生辰贺礼的，可你为何要这么坚决地离开我？哪怕是死也要离开我。想着他的心中愈发不安，难道阿双是发现了什么？恰在此时，戚府不顾侍卫的阻拦，猛地冲了进来，却在对上戚元霜那双紧闭双眸时，
他又一次想起了阿双的母亲，他离开自己时，也是这般坚决的，不带任何犹豫。他心中陡然一颤，却是将戚木怀猛地推翻在地，状若疯癫。都和你说了，不要辜负阿双，等他这口气彻底下去，等他死了，你上黄泉下碧落，就再也没办法找到他了。第11章，话落，傅仪信愕然抬起那双干涩的眸，却见妻父越发痴癫，他踉跄着摔在庭院的泥地里，嘶声喊着：蛋儿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蛋儿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们带着阿双去一个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说着又满眼颓败地看着艳丽海棠，呢喃道：蛋儿，你不会原谅我了对吗？也罢也罢，为夫来寻你。说完，戚府就一头栽在了墙壁上，鲜红的血蜿蜒到脖颈，渐渐没了气息。可这一瞬，他的唇角却勾起一抹释然的笑。蛋儿，我来寻你了。傅仪信苦叹一声，只能吩咐人将他送回戚府。阿双如此，他实在无心顾及其他。他垂眸看向阿双，心却蓦地发紧。阿双，我和你爹不一样，本王的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人，你醒来好不好，我都可以和你解释的。阿双，别离开我。不知在店里坐到了什么时辰，他从不愿相信到心渐渐彻底死沉下去。太医来复诊，仍是叹息：王爷，王妃如今还吊着一口气，她能不能活过来，取决于这口气能不能顺下去。这只能看个人造化了。傅仪信当天便马不蹄停去了朝门寺，寺门前他浑身绑满纱布，却仍是一叩一拜，虔诚至极。他双手合十，跪在蒲团上，对着佛像诚心许愿：神佛在上，傅仪信在此立誓，我心中自始至终只阿双一人，若能唤阿双醒来，我愿献祭自身灵魂。身旁的人都无不为之落泪，纷纷跪下来，还请佛祖念在王爷一片痴心的份上，成全他们二人。待到傅仪信刚回到府门口，西城姚盼身边的陈婆神色慌张来寻他：王爷，小公子病重，请了大夫来瞧，都说是无力回天了。傅仪信却怒声骂走了陈婆，让姚盼收起这些把戏，否则本王立马送他们母子上路。说完便又马不停蹄回到院里，握紧戚元双发凉的手心。阿双，今天我去了朝门寺，去找我们的同心锁，却找不见了。等你醒来，我们重新去挂一把好不好？我想一定是近日风沙渐起，这才刮落了。戚元双依旧没有回他，他说的却越发哽咽：阿双，你为什么就不问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的离开我呢？为什么一句话都不给本王留？说着，门口赫然出现一道娇柔身影，他连起眼泪，猛地冲向门口，紧紧扼制他的喉咙，将他提到墙壁上。若不是你这个贱人，若不是你欲求不满，若不是你日日来挑战本王的底线，阿双便不会发现他眸色阴狠。姚盼脸上血管骤然发紫，他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，直到姚盼滚烫的泪珠缓缓落在他的手上，他才松开了手，将他拖到戚元双曾睡过的寝殿，那被烧得残败的床榻上。不是需要灌溉吗？本王今日便满足你。说罢，他拿起蜡油，狠狠地滴落在他的双腿间，汹涌起伏的云峰上。姚盼声音颤抖求饶：王爷，求您放过奴。可他越是求饶，他就越是暴躁，他粗暴地撕开他的衣服，然后扯下身上带血纱布，将他捆绑起来，将他吊在房梁上，要了他一次又一次。第12章，姚盼浪叫声一声盖过一声，最后猛烈一击时，姚盼的头磕在已被烧黑的玉枕上，霎时额头上磕出血迹。傅仪信停止动作，想伸手去拿信，姚盼却心蓦地发慌，他双手环住傅仪信的腰，声音娇媚：王爷，此刻正是灌溉时节，还请王爷给奴一个痛快。傅仪信猛然拽住姚盼的双腿，再次一挺：闭嘴。他动作持续，又是一轮猛烈的攻势。姚盼只觉下体被撕裂般的难受，随着屋外掀起一阵狂风，傅仪信这才停止了动作。他整理好衣服，却怒声道：滚！结束后，傅仪信沐浴了3遍，才回到戚元双身边。他依旧平静地躺在床上，宛若世间一切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他去买了他平日最爱吃的八珍糕，他安安静静坐在他的身边。阿双，
这一家是你最爱吃的，你别不理我好不好？我答应过你的，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个妻，我和你保证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别人，你别抛下我好不好？只要你醒来，你要什么样的解释我都给你。这一晚，戚慕怀待在戚元霜的榻前，和他说成婚前的趣事，和他提起甜蜜过往，可他依旧紧闭着双眸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如珍宝似的捧起他的手，阿霜，你一定给本王留下了什么话，对不对？这样想着，傅仪信就唤来了小桃。小桃双眼已经哭得干涩，却在对上戚慕怀那双死寂的眸时，更觉凄凉。他跪伏在地，声音发颤，王爷，王妃并未给你留下什么。他放火时刻一直走了奴婢，但奴婢记得王妃去西城那边给王爷定制了礼物，这是王妃给王爷留下的唯一东西。傅仪信的心就像被丢下冰天雪地之中。阿霜难道就这么恨自己吗？要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所有？王妃知不知道姚盼儿的存在？傅仪信冷声开口，小桃不敢隐瞒。王妃知道，但没有多说什么。但奴婢能看出来，王妃很难过。话音落下，傅仪信终于想起戚元霜的那句：如果你要是辜负我，我便要让你上黄泉下碧落，永远寻不到。他身形踉跄，瘫倒在地。原来是这样，他扶了扶手，示意小桃离开，却是立刻起身去了阿霜留下的地址。去取物品掌柜的叹了口气道：那小姑娘年轻着呢，现在果真刚过10日就走了，可惜了。傅仪信看到那早已定制好的棺木，心却一瞬瞬冷沉下去。阿霜那么早就已经决定了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自己，所以他才一把火烧了寝殿，一丝念想都不给他留。他越想，声音越哽咽。掌柜却迟疑道：这位爷，这棺木还是尽早取回。话音未落，便被傅仪信沉声打断：阿霜不会死，用不到棺木。说完，他便拿起长剑，一件一件地劈在那做好的棺木上。阿霜，本王不允许你，不能离开本王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直到将棺木砍成一片木屑。傅仪信才双眸猩红着踉跄离开，可刚回到王府，太医便慌慌跪在地上：王爷，王妃的脉搏越来越微弱了，她是自己丧失了求生的意识。傅仪信慌慌赶回去，颓然坐在戚元霜身侧，哽咽发问：阿霜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，毫不迟疑的就想离开我，什么念想都不给我留？可戚元霜呼吸却越来越微弱，他心一颤，立刻去偏殿拽紧姚盼儿，将他摔在戚元霜的床榻前。他猛地撕开他的衣服，就直直挺了进去，浑然不顾身下姚盼儿被撕裂的尖叫。他只紧紧盯着戚元霜：阿霜，你看好我现在在做你最讨厌的事，你难道不生气吗？你难道就不想醒来指责我吗？求你了，只要你醒来，你怎么责罚我？哪怕要我立马去死都可以，但我求你醒来，不要就这样抛下我。戚元霜灵魂飘在上空，望着如此不要脸的两人，只想赶快逃离。他沉声唤出了系统：系统，为何我现在还是回不去？明明他都要死了。机械的声音透着无奈：你并非是那个世界的人，加之你没有身死，只要你这口气吊着，你就无法脱离。戚元霜无措地哭出声来：系统，求你了，你带我走哪都行，我真的不要留在这。系统沉思了刻问：你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？只要你留在这世界完成攻略任务，我可以让你和你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重逢。戚元霜怔了瞬，却在听见母亲2个字时眸里澄起亮光。他迫不及待问：什么任务？系统回答：傅成注定偏执，18岁时他会手执长枪毁天灭地，只要你能成功将他救赎，我就让你脱离世界，与你母亲重逢。戚元霜想了许久才说：好，我答应。话音刚落，戚元霜便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回体内。他迷迷糊糊睁开眼时，正好和在姚盼儿身上冲刺的傅仪信四目相对。第13章，傅仪信怔愣一瞬，却是慌张地整理好衣服，然后一脚将衣衫不整的姚盼儿踢出房门外。阿霜，戚元霜在对上傅仪信那双慌乱无措的眸时，忽然觉得自己错了，他的死不会让他后悔。他自嘲一笑，只是静等着他的解释，却见他慌乱地跪在地上，声音哽咽：阿霜，太医说这样能刺激你，所以我才……
他的借口还是那样拙劣。戚元霜冷眼扫了他一眼，强撑着坐起身。王爷不必解释，他不想再听，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完成自己的攻略任务，然后去找自己的阿娘，却未曾想堂堂王爷会忽然跪在地上，一巴掌一巴掌地扇自己。阿霜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错得离谱，我承认我是想要个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我才会将姚盼儿养在外面。阿霜，我知道是我骗了你，如果让你不开心了，我立马杀了姚盼儿母子，求你不要抛下我。傅仪信双眸通红，说的句句真诚，可戚元霜却只觉可笑。若有一日他知道自己不能生育会如何？他若是知道姚盼儿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，又会如何按照系统给的原剧情？傅仪信在发现傅成不是自己的孩子之后，就残忍地将他丢进了难民营，那里每天上演着厮杀，而他又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残忍地被傅仪信五马分尸，因此他的性子也变得越发暴戾阴狠。所以戚元霜要从根源上将他扭转回来，便要将他养在身边。傅仪信眼见戚元霜一直沉默，便立刻喊来周泽，将姚盼儿母子带来，立刻诛杀。他语气是那样的坚定，可戚元霜却只觉得面前的人是那样的可怖，人命如草芥，可他却将自己孩子的性命当成讨好他的手段。这样想着，戚元霜还是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打断了他。王爷。说话间，戚元霜却猛地咳嗽起来，然后猛地吐出一口黑血。傅仪信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，不是说只要这口气顺下来吗？说着，他就立刻朝屋外候着的婢女喊：快请太医。等太医时，他拿出帕子，帕子上的绣迹歪歪扭扭，是戚元霜成婚那年送给他的，但因为绣工不好，也只绣了这条。如今戚元霜却看见帕子上早已缝缝补补，破败不堪，傅仪信却还将它如珍宝般揣在怀里。他细心地为他擦拭着唇角的血迹，问：阿霜，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不舒服？吱呀一声，太医推开门，见到戚元霜醒来，眸色蓦然一怔。只有他们学医的知道，但凡到了王妃这步，再名贵的药材都是于事无补的，哪怕他说只要这口气能顺下去，王妃就能活下来，那也是他给王爷的托词，却没成想王妃是真的活过来了。把脉时，太医的手都在发着抖。王爷，王妃这口气顺下来了，刚刚吐出来的是一口淤血，此后身子当是无碍了。太医落下这话，傅仪信才终于放心下来。他紧握着戚元霜的手，吓死我了，阿霜，我真的以为你会离开我了。话音刚落，周泽就将姚盼儿母子带至门外。戚元霜看着门外的母子，姚盼儿的眸里却是5分挑衅。戚元霜冷声开口：这是王爷的血脉，不能杀臣妾，与王爷正好无子，不如过继到臣妾名下，如此孩子也算是嫡出血脉，日后也不会有人轻视了他。第14章，姚盼儿满眸错愕，怎么可能？他早派人打听过了，戚元霜早就定下了棺材，是要准备自杀的。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忽然转变了性子，居然还要将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？且不说别的，如果他有心调查，发现孩子的真实身份，那孩子与他都活不了，所以他不能让孩子落入他的手心。更何况孩子是他入王府的唯一依仗。他立刻跪伏在地，声音梗塞：王爷，王妃孩子是奴身上割下来的肉，求你们不要将孩子从我的身边夺走。傅仪信听见这话，心却温暖的不行。他以为阿霜不会容下成儿的，却没想他主动提出要将孩子收在名下，这也就说明他原谅了自己。如此想着，他便阴冷地凝着姚盼儿：成儿养在阿霜名下，是他的福气，也是你的福气，不然今日本王是要送你们上路的。姚盼儿却昂着脸恳求戚元霜：王妃，奴知道你素来良善，奴求你不要将我赶走，母子连心啊。他猛地磕头：求你了，王妃，哪怕你让盼儿留在王府为奴为婢都可以，我只求王妃能让奴留在成儿的身边，能够看着他成长。他说的无比恳切，宛若他真的是一个好母亲。可若他真是一个好母亲，傅成就不会被他逼着沦为讨好傅仪信的工具。但凡傅成的人生中能感受到那么一丁点的爱，
最后他也不会手执长枪，势必要杀灭世上所有人。戚元霜顿了顿，道：臣妾只有一个要求，姚盼这样的生母不能出现在臣儿身边。至于要如何处置姚盼，王爷自行决定吧。说完，戚元霜便催促傅仪信离开。王爷，臣妾想好好休息。傅仪信心疼地吩咐小桃，去给王妃做些清淡的粥送过来。说完便又阴沉下脸说：阿霜放心，我一定会将人处理妥善。小桃端着粥进来的时候，双眸哭得干涩，却是猛地扑进了戚元霜的怀里。王妃，你真的吓死小桃了，面对这样的外事不值得啊。王妃还好你还活着，不然小桃真的就只有一个人了。小桃和她自幼陪伴，也算情同姐妹，她本给小桃留下了巨额财富，甚至为她赎了奴籍，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可没曾想她没有离开自己。此刻说不感动是假的，可戚元霜也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是要离开的。他任由小桃在他怀里哭得像个小孩，半晌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小桃才自责地端起粥：王妃快些喝粥，晕了几天此刻肯定饿坏了。说完又倏地红了眼：王妃，你答应小桃不过外事而已，不值得你这样，你一定要保全自己的身体为先。王妃要记住，小桃会一直陪在你的身旁。戚元霜笑了笑道：放心吧，傻小桃以后我不会这样了。他离开倒不是真的要寻死，而是要去寻他的阿娘了。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当好傅仪信的王妃，完成自己的攻略任务。想到阿娘还要等自己一段时间，戚元霜又红了眼，他一口一口地喝着粥。小桃却忽然道：王妃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您的父亲戚大人死了。